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贝喜频道。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人和大地的关系，以及人是如何管理大地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在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上帝赐福给亚当夏娃，又对他们说，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人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生孩子，繁衍后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什么人多了呀，地球资源不够用啊，会对大地造成负担呢，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人所要做的呢，就是信靠上帝，然后上帝自然会赐给人居住地方，赐给人食物。然后上帝给人第二个要求就是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刚开始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也是不太理解，因为我们知道那些野生动物，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那些野生动物好像跟咱人类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咱人类除了种那2亩3分地和养鸡鸭鹅这些家禽家畜之外，其他的野生动物好像跟人类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上帝说让人治理这地，治理全地，管理这地上的活物。怎么管理？不是让人直接去跟他们打交道，而是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大地的福祉。就人如果做善事，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跟随上帝，那么大地都会跟着人一起享福，跟着人一起被赐福。大地会长出非常美好的食物，美好的果子，美好的植物，然后其他的这些动物都会有丰盛的食物，整个环境，自然环境也会很优美。但是人如果行上帝看为恶的事，背逆了上帝，做坏事，心思意念都不正，都要想着行恶的话，那么大地会跟着人一起遭殃。所以天地人都是一体的，人和大自然是一体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给人类的教导。如果你人行恶，那么大地也要跟着遭殃，也要被诅咒，大地也不会长出好的食物出来，大地会有地震，会有风暴、飓风、灾难、洪水、干旱就是不给你长食物，到处长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植物，然后这些动物们也遭殃，动物们也没有吃的。这就是人和大地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是一体的，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因为在亚当他犯错之后，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应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这里的地用的英文单词是 ground。然后说，亚当，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这就是因为人犯错，大地也遭殃，大地也被诅咒。本身这个大地呢，可能不会长荆棘和棘藜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只会长美好的食物，美好的植物，供人类食用，供鸟类，供各种动物食用。但是因为亚当犯错，所以大地被诅咒，大地会长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占用了大地的空间。本身这个大地可能会产出100斤粮食，然后因为长一些荆棘、棘藜、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只产出50斤粮食，就减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和自然和大地是一体的，这就是人怎么管理大地。
就是你人行善，大地自然会好；你人行恶，大地就跟着遭殃，就是这样的道理。然后在该隐犯错之后，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上帝对该隐说：该隐，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地开了口用的英文单词是 ground， 这个说该隐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用的是 earth， 用的是全地，用的是 earth。 所以该隐犯了错之后，大地不再给该隐效力，就该隐他种地他就没有收成，他种他就是白劳动啊，地不给他效力，不给他长出食物，他收不到东西。所以该隐不能种地，不能成为农民，他的后代都因为这个缘故不能种地，不能成为农民。但是上帝给他们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所以该隐的后代呢，就有做畜牧业的，有弹琴吹箫的，有打造铁器的，搞石匠的，然后该隐还建了一个城，搞城市建设的。所以就是上帝呢是怜悯人类的，是对人是有怜悯之心的。上帝对该隐进行了惩罚，因为他杀人了，对该隐进行惩罚，让他不能种地，不能成为农民，但是又给了他另一条出路，又给他开辟另一条出路，就是他可以养畜牧业，养牛羊然后他的后代可以搞一些艺术，弹琴吹箫，他的后代有弹琴吹箫的这些祖先，就他们该隐的后代成为弹琴吹箫的祖先，成为住帐篷的祖先，成为打造铁器的祖先就是除了农民之外，其他的产业都是该隐这边的。然后建造城市建设者，该隐是建了第一个城市就除了农民这个职业之外的职业都是上帝怜悯该隐的后代，给他们了这样的一条出路，给了他们这些技能。但是该隐的后代呢，他不知道感恩，他们就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自己可以建造城市，自己可以打造铁器，自己可以弹琴吹箫，搞一些这个音乐艺术创作他们就不得了了。所以该隐的后代就特别骄傲。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跟咱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很类似。我们知道在美国2016年川普总统参加竞选的时候，支持川普总统的是农民，美国的农民，而城市的人大部分都是白族，都是支持民主党，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现在英国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住在城市的人，从事城市工作的人，他们就容易被撒旦引诱，他们就是支持那些 DS 的人就是特别多，城市的人。然后农村的人呢，就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比较多就保守派比较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农民是川普总统的票仓这个咱们一定要记住，美国的农民是川普总统的强力的支持者。西方现在几乎也是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城市的人什么大学医院搞科研然后搞商业商业活动然后工人等等这些职业，他们就容易被撒旦引诱。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自己的本领，自己的本事比如说做生意的人，他觉得自己聪明自己是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赚到钱了，然后过上好的生活了。他不认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是来自上帝所以他们就城市这一部分人呢，就离上帝呢就有一些远，他们就容易被撒旦引诱。但是农民
他就离上帝，因为他直接跟大自然接触，他直接跟土地接触，他种地受到这个大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他种地该要浇水的时候，天上就下雨，就给他下雨，该要这个收割的时候，就是晴天，就是给他创造一个收割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农民就是靠天收，中国话叫靠天收，他们就会感觉就会跟上帝就特别亲近。他们收到粮食，他们就会第一就会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西方基督徒一直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把荣耀归于上帝，荣耀归于上帝这句话就是很重要。但是城市的人不是说所有我就说城市的人很多，他就自以为是，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才华创造了我这工厂这运作良好，我工厂生产出一个好的产品，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能力，他不认为是上帝赐给他的能力，他不把荣耀归于上帝，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是该隐当时该隐被上帝惩罚之后该隐不能做农民，只能做其他的行业，这就是上帝给该隐的后代开辟了其他的出路。但是该隐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开的出路，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才华自己有本事，自己建设了城市自己牛逼，没有把荣耀归于上帝。所以这就是该隐他心术不正，他从一开始他为什么杀死亚伯，杀死他的兄弟，就是他从一开始他就心术不正。当然我们现在这艺术创作者还有这个城市建设者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知道把荣耀归于上帝，人的才华才能都是来自上帝，这个认识是很关键的所以中国古代叫重农轻商，就是把农民地位看得比较高，把商人就是地位看得比较下贱，可能也跟这个圣经有关系这是我的推测我不知道，我最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过去为什么瞧不起商人你从圣经这里你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或许能让你豁然开朗。因为商人他不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商人他容易骄傲，商人他不把荣耀归于上帝，归于上天他就自以为是，他就觉得他自己能球牛逼然后这就是该隐犯罪后土地被诅咒土地就不给该隐出粮食该隐没办法，就只能寻找其他的职业，然后上帝给了他其他的技能那么到诺亚时代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不注意这句话，耶和华上帝不是说仅仅把人给灭了，而说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还有昆虫还有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所以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这样，人如果犯错，人如果背逆上帝，那么大自然通通都要跟着遭殃。这就是人管理大地，人和大地的关系，人就是这样来管理大地的，不是人直接去跟每一个昆虫每一个飞鸟走兽打交道，而是你人行得正，这些昆虫飞鸟自然就过得好，你人行得不正，这些昆虫飞鸟都要因为你人的原因都要被除灭。这里的几个地上全部用的是 earth，英文单词全部是用了 earth。 然后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是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
一并毁灭。这里用这里的地用的是 earth， 要把所有的活物和地一并毁灭。我们反过来看为什么上帝要把全地都这样清洗一遍，全地都淹没在洪水中？前面我们说了，该隐他杀了无辜人亚伯，无辜人的血流在这地里，这地被诅咒，地不给人效力，不出产粮食。那么在诺亚时代，就是杀人这些罪恶，这是用罪恶概括了当时所有人类的恶行，可能有杀人，有淫乱等等等等这些罪恶。就地上流无辜人的血太多了，说该隐杀了亚伯一个人，这地就不再出产，不再给该隐出产粮食。那么这地上到处都是无辜人的血，到处都变成了该隐你地上不出粮食，你就是吹箫弹琴，你就是打造铁器，你就是建设城市，你没有粮食吃，你怎么活下去？你人怎么活下去？所以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要把整个全地淹没在水中，洗礼，对全地进行一个大洗礼、大清洗，就是因为当时罪恶太大，遍满了无辜人的血，所有的人都在作恶，那么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该隐，这大地不再出粮食给所有的人食用，那么这个地已经不适合人居住。这很简单，你就是会吹箫，会弹琴，会打造铁器，你会建设城市，但是你没有粮食你没有粮食你怎么活所以当时这个大地的情况就是不再适合人居住了，大地不再出产粮食，不再适合人居住。所以上帝没有办法，上帝为了挽救人类，留下了诺亚一家8口，其他的大地全部进行一遍清洗，通通进行一遍清洗。清洗之后，新的大地会重新出产粮食，重新出产食物给人类使用，人才可以继续的繁衍，继续生活在这个地上。这就是大洪水的来源，这也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的恶行造成了大洪水，造成了这个土地不再出产粮食，不再适合人居住，这就是人管理大地的方式。申命记第11章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这段话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摩西对以色列的老百姓说，你们要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给你们的诫命，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可以酿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第28章还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
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擀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擀面盆都必受诅咒，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诅咒，入也受诅咒。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段话呢，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如果遵行上帝的命，跟随上帝，上帝就赐福给你啊，让你有享用不尽的美食。然后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的这个土地啊，你的牲畜啊，牛犊羊羔啊，都因为你的原因蒙福啊，他们都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如果你背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你被诅咒，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所在的土地，你的牛羊通通的都受诅咒，就是你所生活的这个自然空间全部受诅咒。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我又要说到这个现在咱们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个气候变暖这些观点，这些论调，我从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什么气候变化，我都不感冒啊！我从一开始我都不感冒，我认为他们这些观点都是骗人的。所以咱们看了圣经里面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应该知道气候变化不是你人靠少开几个工厂，少开采石油，少开汽车，少开飞机就可以改变的，不是。气候变化只和人的心，人是否信仰上帝有关。人只要忠心于上帝，遵行上帝的道，这个气候必然会适合人，必然会变得非常的舒适啊！这地球必然会减少什么地震啊，什么海啸啊，什么沙尘暴啊，什么飓风啊，这些自然灾害自然会减少这些自然灾害。所以这个气候变化啊，就算是现在是气候好像是变暖了，不管它变暖还是变冷，人所要做的就是信上帝就 OK 了啊，不需要人去什么操心什么少开工厂，少开采石油，少开飞机，少开汽车，少开火车啊，然后回到原始，全部都不能用塑料，全部都用土用石头用原始的东西。这不是人该干的事儿，人该干的就是信上帝，就是遵随上帝的道。这个自然环境自然会变得美好，这个天空自然会变得蓝，气候自然会变得好。所以这个最近这个乌克兰战争一开始，川普总统就发了很多公告，就在攻击这些气候骗子们，说这些气候骗子们不让美国开采石油，然后跑去买俄罗斯的，买沙特的，买伊朗的，买委内瑞拉的，买其他国家的石油美国本土有石油，他不让美国开采跑去买别人的石油。然后乌克兰战争爆发这美国跟俄罗斯搞掰了，要制裁俄罗斯不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跑去找沙特，结果沙特跟俄罗斯抱团沙特支持俄罗斯，不搭理美国的拜登。
造成美国现在整个不光美国，整个西方能源危机、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我们这里英国这边我前几天也发推说了，这个 Uber 的士费都翻倍的涨，它不是1磅2磅涨，是直接翻倍涨。以前是6磅钱到达的地方，现在涨到12磅多了，12磅多。然后火车票都飞的涨，火车票都在涨。公交车我好长时间没坐，公交车不知道涨了没有。所以这个能源这个问题就是揭露气候骗子一个最大的一个切入点。这些气候骗子他们说来说去，说到最后什么牛放屁，什么开采石油污染，然后牛放屁污染，然后甚至说到最后就说人口多了人太多了地球资源不够用对地球造成负担所以这是不能再使劲生孩子了然后甚至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减少人口，这就是他们气候骗子这些议程的目的。归根结底说到最后，他就是嫌咱人多嫌人多，他们咋不去死呢那些开什么气候大会的，他们咋不首先去砸进河里去死呢？他们在浪费地球的资源他们就是把人分成3、6、9等就把咱们这些普通人说成是无用的人。他们天天坐私人飞机到这儿开会，到那儿开会他们叫精英他们叫世界精英。狗屁！上帝说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价值。所以他们说来说去就嫌咱们这些普通人多了他们精英牛逼，他们好好活着就要减少人口，就减少咱们这部分人。干嘛要减少别人呢？你觉得人多人多对地球造成负担，那么你就赶快给地球做贡献呗然后今天呢，关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英文的今年5月11号发的英文的。他说中国正在让美国的科学家震惊这件事，中国做的这件事正在让美国科学家震惊。什么事呢？就是中国治理沙漠这几十年中国治理沙漠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Has been helping to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rehabilitate natural vegetation, and introduce oth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in 7 counties and cities in Ningxia. The 75,000-hectare Bajistan forest, for example, located on the edge of a desert, had annual rainfall of only 160 millimeters, but an evaporation rate of over 2,000 millimeters. Sand blown into the nearby Yellow River raised the riverbed and increased flood risk. Based on experience accumulated over the past 6 decades and site-specific conditions, a 1+4 approach to restoring vegetation has been adopted. 1 means the use of a straw checkerboard to fix the sand,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while 4 refers to planting in spring and autumn, supplemented by spot sowing, container seeding, and broadcast seeding in the rainy season. A 70% survival rate of planted materials has been achieved, and vegetation cover has been restored to 40%. This has effectively stopped the sand dunes from shifting. The approach has helped bring about 6,667 hectares of desert under control. In Yanqi County, which is also on the border of the desert, a once sandy area is now lush with trees, grass, and flowering shrubs, thanks to extensive straw checkerboards combined with a grazing ban. Yanqi我就不全放了简单的就说呢，中国利用稻草棋盘格这种方式，用稻草做成一个棋盘格方格，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沙漠变绿洲的问题。就在这个稻草方格里边，然后种下树，可以固定这个沙，固定这个土壤，然后让树可以存活。就用这种办法呢让蒙古的库布齐的沙漠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
让库布齐1/3的沙漠变成树木覆盖的绿洲，这个成就是非同凡响的。我们来看一下全世界沙漠的面积，这南极洲和北极咱就不说了啊，南极洲、北极这数字就特别大。咱说一下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在中东地区，它有940万平方公里，咱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所以整个这个撒哈拉沙漠就相当于一个中国的版土面积，就几乎相当于中国的版土面积。撒哈拉沙漠它就处在这个中东地区，它在埃及，它横跨很多国家，有埃及、乍得、阿尔及利亚、尼日尔，有非洲的国家，埃及属于在中东，然后有利比亚、马里共和国、毛里塔尼亚等等，撒哈拉沙漠横跨很多国家。就如果中国的这个解决沙漠这个问题，那么咱别的不说多了啊，不说远了，就拿撒哈拉沙漠做例子。如果能把撒哈拉沙漠治理成绿洲，那么就等于地球就多了940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居住了人。我们知道中国的北方、西部都是沙漠，不适合人居住。中国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所以撒哈拉沙漠如果按照就是说这个沙漠可以变成绿洲这样的一个进度推进的话，那么地球可以再多10亿人口，没有任何问题，再增加10亿人口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其他地方的沙漠，这具体的数字我没有加啊，这些数字加起来那都不得了。我搜了一下，世界的沙漠占全球陆地总面积是21%，就是全世界的沙漠，如果能够采用中国这个办法得到治理，变成绿洲的话，那么全世界的土地面积、陆地面积可以增加20%，那么相应的人口也可以再增加20%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这一个就是中国取得的这个成就，治理沙漠的这个成就，是狠狠的打脸了那些气候骗子们。那些气候骗子们一直就强调说地球的资源有限，他们一直在说地球母亲资源有限，奶水不够你人不能生那么多了，生那么多就养不起了，这土地出产的这些食品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这个沙漠的成功治理这个案例是狠狠的打脸这些 DS， 打脸这些气候骗子们。这说明人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地球资源的问题。其他的咱还不讲什么南极究竟有啥，南极究竟有什么？因为南极是被他们封锁了，就普通人不能随便去南极。据说南极有像美洲大陆那样的美地，牛奶与蜜的美地，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南极本身就有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不去开发，他们要跑到什么火星、土星，跑到什么这个星球那个星球去找，这都是这都是作妖装神弄鬼你跑火星跑什么月球上，你去找地方让人居住，咱这些普通人又上不去，又看不着，又不知道你们究竟干嘛，是不是去给人类找居住地方去了？所以他们这些就是装神弄鬼，这就和那些外星人那些论调是一样的什么我到火星上去找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这地球不行了，地球这资源不够用了我们去其他星球，搬到其他星球住这都是胡扯
本身这个南极洲的秘密他们不解开，南极洲很可能有一大片土地可以适合人居住。我们要知道美洲大陆出产了多少其他地方没有的食物。首先一个代表就是西红柿来自美洲，玉米好像也来自美洲。就这2样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这个食物链，整个人类的食物。西红柿非常好种植，然后产量也很多就又不生虫，没有什么虫害很容易种植。玉米也是一样，很容易种植，产量也高。就随便发现一种新的这个植物还不说这个美洲整个美洲大陆，那真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南美洲的人这气候也非常好，非常适宜，土壤也非常好，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辛苦劳动，他们就该播种的时候撒下种子，然后就中间就不用管了，然后到收割的时候就跑去收割就完事了，然后中间他们就跳舞唱歌。所以南美洲的人有评价说南美洲的人不勤劳，他们有时间就跳舞唱歌，因为人家上帝给了人家那么好的美地，那么好的地方，人家不需要辛苦劳动，人家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去跳舞唱歌所以这个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美洲是上帝就是储备地，属于是咱们叫土地储备给人类的。就当人类的文明、人类的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上帝自然会引导人去发现美洲大陆美洲大陆的发现也是现在人口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又发现了美国南美洲咱不说就说美国，仅美国出产的粮食就够全球吃想想看，哇，这多么厉害这一个美洲的发现，就让人类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让人类的人口可以更加的多，遍满全地。这个上帝给人的一个要求，你生孩子遍满全地这个南极洲究竟有啥秘密咱先不讲我也没有专门去研究，我只是零零星星看了一些关于南极洲的一些东西。我只讲这个沙漠治理，仅仅是把这个现有的咱们地球上的这些沙漠能够治理成绿洲的话，想想看咱们这个地球上又增加了多少可以使用的土地，又增加了多少可以使用的资源，是不是？然后又可以增加多少人口？这完全就是打脸那些气候骗子们嘛那些气候骗子说的全都是谎言为什么这个治理沙漠会在中国成功的进行其他地方你看好像澳大利亚也有沙漠，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说成功治理沙漠？我认为因为这些 DS 他们根本就不想去治理沙漠，他们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沙漠上，他们就不想那回事儿，因为他们天天喊着地球资源不够用。但中国因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危机中，非常有危机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稻草棋盘格是怎么发明的，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上帝，那是感谢上帝，上帝给了中国人这个指引，这个指示，给了中国人这个启发可以成功的治理沙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我看这个媒体居然没有什么媒体报道这是一个英文频道他播的但是搜中文可以搜到很多，你就搜这个沙漠稻草棋盘格可以搜到很多中国这几十年治理沙漠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因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非常利于人类发展的一件事所以说
人类和自然环境，不是要让人往回走回头路，也不是说让人人太多了，咔嚓要砍掉一部分人，那都是反人类的，那都是反道而行的，怎么能那样呢？所以这什么气候骗子，他这些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他一个说不能坐飞机，不能坐火车，不能开采石油，那就让人返回到原始社会吗？然后说，哎呀，人口太多了，对地球造成这个负担，意思就是让人口减少，砍掉一部分人，这都是荒谬的做法。而中国治理沙漠，这是一个积极的做法，这是一个积极的推进，这是上帝喜悦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重要，有必要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国成功治理沙漠这个原因就对 DS 造成了一些冲击。具体咱就不分析了，不深入分析了就中国这个治理沙漠这件事儿让我真的很意外，我也觉得很开心。你把这个现有的资源利用好，现有的沙漠治理好，这才是人类寻求解决这个地球资源的一个正确的办法。